嘿，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澳文。今天的题目是：错过的那个人，他会回来吗？或是在你生活中有一天突然消失的那个人，他去哪了？他会再出现吗？这个题目让我好奇了很久，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两个朋友，以前或是在一起的人哈，他们后来就突然就消失了，然后社群媒体啊、网络上都没有再出现。隐隐约约有听过他们的消息，可是那都是很多年前。那么他们会再回来吗？现在会再出现吗？来，你们心里想着一个你很爱的人，或是你很喜欢的人，或是过往很想念的人，他们去哪了？当然，这题也可以是你之前有在一起过的人，后来就处理的不好，然后关系没了，也算是一种错过的人。这也算是。然后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近况，或是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趋势或局面。来，一、二、三。选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吧。来，现在是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来先抽一个完整的能量牌哈。好，目前看起来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在那里，他似乎是从你原本这个世界已经往上爬，不能说往上爬了，他是要就是一种两种不同颜色的变化，就是从白到黑，黑到白，蓝到黄，绿到红的这种大转换，他已经穿越过去了。所以他现在也不是说消失，只是现在你们两个人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交集。等等啊，看一下有什么。就是说，如果从这里穿越过去的话，对，就是说他有，我觉得你可能，以我这边感觉到的，你的就是说，它有一个火跟水的能量分散开来了。当时你们两个分开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两种能量，反正就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把你们两个拉开了啦。我的直觉上是这样，我把它看清楚好了。那个应该会是什么的？的确是哈。当时应该是有一些烦恼，或是有一些内在的心里话没有说出来之后，然后就分开了。然后很特别是就是刚好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还没有到时间点解决的时候，那个分水岭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心里其实是充满蛮多疑惑的哈。但他其实也是很多挣扎。然后当时可能有很多原因，你们两个彼此想不通哈，所以就很快速的就往不同的方向走了。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联络的契机有出现哈，分得很快，很开，决定的很快，然后有点像是在逃离脑中的那个思维，所以就快速的离开。再看看，再看清楚一点。以这样看来的话，那个时候如果分开，因为分开的情况分开的很粗糙啦。我是有感觉到对方被某些东西吸引去了，不知道是事业还是别的生活环境，反正他有一个别的诱因把他吸引去了。然后你跟他或是你们这一区的这边有很多烦恼，是他不想面对的，他也没有想要解决，然后就很冲动的，也不是说很冲动，他就是想要加速的就赶快离开那里。有很多然后你身上对他有很多的幻想，有很多的欲望，在这里没有找不到落点，还没有，就是因为被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关系有很多是原本有很多拉扯啦，然后拉扯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到的时候，结果很快速的有很多生活上的变局，或是很多问题同时出现之后，他是快速的离开现在他那时的局面，然后想要赶快转换成一个全新的，所以他加速了自己的脚步，直接换到了另外一边。不过他也不是很轻松的离开了，他算是抛弃了，或是舍弃了很多原本他有的东西，然后赶快换过去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可是他换过去，他其实是开心的他是从一种会找到一个全新的感受的地方，他觉得他需要那一种温暖跟舒服的环境，跟他当时离开你的那个环境
对比起来确实好很多，但是也不能说是你那些不好的东西是你带来给他的，而是他有一天突然惊觉到说他好像不适合，所以他就当时就有带了很多的冲动，或是很多的快速的讯息，赶快离开。然后其实我有发现你这边也是有发现说，那你们当时错过的那一个时间点，其实你也有发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必须要做下一些决定。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先做决定的是他，然后决定完动作，执行这个动作也很快，所以在你这边来讲也是有点措手不及啦。然后你身上有很多的想象跟欲望，或是想要达成的东西，都还没有讨论好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这样，好像就到了终点了。好，所以确实有一点错过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结束或是分开前的讨论没有讨论很好，然后就这样错过了。那么还会回来吗？我来帮你看一看哈，所谓的回来，在这里的定义应该要怎么说？看看你还是否还能够见到他或什么？来先走这个，看看。这是空位，分两边都抽哈。好，我看一下哈。我看到的是距离非常遥远啦。好，目前没有。我觉得你这边我反而觉得你这里有很多的好跟不错的东西，正在吸引你去往跟他反方向的地方走。其实，他这里的情况其实都蛮未知的，而且他那边有一股很稳定的情况在他那里的，就是说他在他那个世界是原地扎营，已经踩进去了，他也不会太离开他现在原本那个世界或者是距离就是说你跟他的距离已经定下来了，反而是你这边有往他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们两个的世界的距离是你这边在慢慢在跟他拉开，就是你这边的改变让你跟他更不一样了，所以你们更难有交集啦。这里也没有什么回来的迹象，反而是更多的未知。就是当你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开之后，你们中间的那个未知感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越来越难得到他的讯息。就是你们的交集的人会因为时间，然后慢慢减少。不过看得出来，他那边其实是过得蛮稳定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已经在进行了。中间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然后你们两个人中间有很多，应该说，你跟他的世界其实现在已经是有基础了，有各自的基础，很难做改变。那你们要见到的契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只能说这里如果你们两个要遇到的话，真的要非常偶然的遇到，你们两边是没有任何很直接的连贯的讯息在这里。然后我看看还会有什么契机是，这边应该仔细看的话，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偷偷在下面流动的，反而你那里我有看到一些情感需求把你拉得更反方向，就是你这边其实有很丰沛的生活能量、生活讯息，或是你这边已经很丰富了。其实你的生活不需要他了，你想念他只是那个一丝丝的想念，有点意外，说这个人到底现在去哪里？可是其实你没有那么需要他的出现，或者你只是突然好奇或什么，因为你这边的生活很丰沛，有人给你更多的温暖，各方面都是还不错的。我想你可能就是偶然或突然想到这个人。但是你没有想过你跟他的可能或什么，或是在想，你只是觉得这个人到底去哪，然后并不是那一种很遗憾，没有到很遗憾的思念啦。再看看，的确是一样啊，两边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没有什么。就算是你们自从分开之后，都有很稳定的发展成自己的生活啦。你们中间唯一能够牵连的一些，就是一些很小型的思念哈。他平常会想到你吗？他会想到你这个人吗？偶然会想到你这个人吗？
应该是，你这边会想到他的次数比较多啦，可能是因为他给你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可对他来讲，他那个时候的你们的错过、那个离开、他的远离，是他已经确定要离开，他已经把你记录成他的人生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不会太常拿出来想了，只是偶然会提到有这个人，就是说他也不会忘记你的存在，也不会忘记跟你的这一段，可他已经把它列在他的人生的记录里面了，只是他不会变成说，就是说他如果他的人生的这个主干道一定会想起的是会遇到的事情，他没有把你放在这一边，他已经把你变成换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偶尔会因为别的事情才想到你，因为你们那个可能你们那个结束或是分开的那个时间点，两个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跟他其实这方面没有什么交集，就是对于分开的这一个概念跟方向感不太有交集。不过其实你现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就是只是存在于一些你对他生活现状的好奇啦。他其实应该不太远了，我觉得他跟你也不知不觉的离他很远了。掉了一张，我来看看给什么。的确是，自己掉出来的牌告诉我说，你们都已经那个就是一个过往了啦，那个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可以当做一种很可爱的思念就可以了。主动回来的机会蛮难的，就是只是偶然遇到了，也就是一个回忆的回顾而已。再看看有什么。OK， 其实再怎么翻也没什么意思，就是已经确定了啦。他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影响了。他现在真的就是你心里的一个想象回忆。我在想，你就算遇到他的时候，你也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特别的那种冲击，没有很特别的冲动。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时间拉长有关，因为我觉得近期短时间不会遇到，因为你们中间有很多的已经完整的生活状态阻隔了你们两个会遇到的契机，应该是说。可能就已经是建构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交集真的是非常难。就算住在同一个区，就你知道吗？比如说一个大区，什么区什么区，可是你们的生活方式跟生活形态没有重叠，或是没有交集，你就不会在一般的时间轴上面会遇到，非常难。现在看起来可能性非常难哈。我觉得在你脑里可能就记得一些比较快乐的基本的回忆就好了。我来看一下，你们中间有些人是有同时有一个共同的线吗？有共同的朋友或什么的吗？看一下哈共同的哦。好像没有有什么事？你这边，我的感觉是你这边有些人是你的朋友或什么，有些人是会遇到他，也会有接触他，可是他并不知道你们是朋友。我脑袋出现的这个讯息是这个。然后他那里有人知道你们曾经关系不错过，但他不会讲出来，他就只是知道而已所以也不是说这两边的关系断得很干净啦，只是没有人或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积极性、主动性跟欲望，还有探索性，要让你跟他的关系或生活圈有连在一起。我觉得他这里的情况，我觉得必须你们两个人都要成长到某一个成熟度之后，有一天会在别的地方做交集。因为即使这个牌面上看起来好像现在是没有交集的稳固，可是我看到的是两边的生长能量跟生长的内在成分很雷同，表示说可能未来会有一些雷同的样子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会产生一些交集那时候确实是比较能够分享现在当下生活的情况了，那个情况也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如果你想期待的话，是可以期待看，但时间还蛮长的现在专注在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现在生活那边的能量跟那个建构的方向都很健康
也有不错的温暖跟人情，跟团体生活，那些都蛮健全健康的。他那边也是了，所以如果你会是一直很挂念这个人的话，你可以先放在心里放着，也不用把它丢掉。有一天会有很多讯号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附近了，因为你们的未来走向其实还蛮雷同的。那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语言牌让我提醒我有什么可以讲的。好，你没什么了。有没有都是一些绕在旁边的语言就忠于自己吧，就是维持现在，不用太做改变，现在的情况都还蛮好的，维持下去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选到1号的朋友，那希望你听得懂我对于这牌面的象征性，我的诠释能够对你有帮助，就这样。来，接下来是选到2号的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关系、这个情况的能量是出现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要遇到他吗？目前只看到这张牌的解释是说，你们两个有共同的人际关系圈，好像还没有离很远那这个错过的性质，我觉得可能只是错过一些决定啦，有些决定还没有做好决定的那一种错过，或是准备要下决定的时候没有做好，或者决定的不好的那种错过，但是好像还有一些挽救机会。看一下，有些挽救机会的话，好是有，但是需要付出一些蛮大的改变的，就是说，我这边看到的是你这里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才会。因为现在好像是两边，就是你跟他的世界算是雷同共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对方看不到，或是他没有感受到什么改变的契机，他会觉得事情跟整个情况就僵持在这里，也开始习惯了。可是他并没有离你很远，他还是在你们的生活圈跟周遭还是遇得到、看得到的。所以这个题目说错过了还会回来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心思上是心灵上的回来吧，但是肉体上的回来不在这个范围，因为这一题很近看得到，感觉上是看得到的。那个错过确实是心灵层面的错过，然后你这边需要有很大的改变之后，他才会比较能回头看到你。然后他现在也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姿态来看待你跟他的关系，或是当时错过的之后，他就把你跟他的这一份关系线，或是整个类似的情感，用一种比较保守的方式看待。就是我打个比方啦，就是说，如果你跟你分手了，或是跟一个人分手之后，他本来是一个很激进的恋爱付出者，可是后来因为这一次之后，他开始采取比较保守的，就是不太敢付出爱啊，比较务实一点啊，觉得会保护自己的付出啊，然后比较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一点。他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啊。然后再来看看有什么你们中间的关联性。这一个好了，贪心一点。我想看清楚说你们中间的，因为我有感觉到你们中间其实有一个隐形的连结跟第一组不一样，第一组是中间连结非常的小，完全几乎看不到。但我看得出来你们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连结仔细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圈着，他会回来。如果以他会回来的话，这里有蛮多能量是可以你们两个的感情或是联动的牵动还是很强就算我没有翻到第5章，前面翻到1、2章的联动就已经很强了。那种主动性、那种探索性，在心里的一些挣扎，还想知道彼此关系的答案，还想知道彼此关系未来的发展跟什么的，都是往一个比较健康跟期待感比较
乐观的方式去想，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回来？哇，这个他回来反而是一个很远的字，他会不会回头看你一眼？我觉得你们两个不管之前是怎么样的错过哈，其实两个人修复关系的机会很大。无论你现在想的是什么关系，因为彼此中间联动的一些能量都算是又强又具体又有内涵的，不是乱来的，而且是丰沛的、健康的、温暖的、积极性高的。简单来说就是还存在着一个蛮好的连接啦。所以现在如果两个人有所主动的话，其实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关系，或是新的局面。但是要蛮小心的哈，因为我不太知道现在我不太知道你们所谓的错过的那一个时间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能跟你说，你们底下连的那个东西，并没有因为那件事情伤害很大，还算是保持的蛮健康的哦。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看一下一些主要的能量的东西好了。看这个，一样他还是跟我说，你们两个现在的心意跟心思其实你们现在还是属于可以理解对方、体会对方的啦。然后时间感上面的话，现在还在保持一种内在整理的部分。我是感觉到对方比较还在整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这个阶段，他还没有整理完。可是是一个比较甜美的或是美妙的、比较好的回忆的这种，他也没有特别去理清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还没有理清完，那好像可以慢慢再去理清完之后，可能他会回头或什么的。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可以从错过之后。不用花很长时间，其实又可以再做一个新的局面的接触。都是啊，一样解释的东西都差不多。而且探索的东西，你们两边的所给我的讯息，都好像还在好奇彼此未来的可能性，表示你们两个有个默契是，其实你们还是可以。我觉得这个错过对你们的影响没有很大，到底是什么？就是让你们现在分开了一段距离跟一段时间了，可是心里好像还是连在一起的。可能有一些误会或一些错误，从原本不可原谅，然后变成好像也没那么不能原谅，就是都是小事。这当下可能事情太大了，强化太大，现在你就觉得也还好，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出下一步，然后所以心里两个人都有一种还想探知对方的心意的讯息出来。可是整个牌面上没有什么很恶意、很大的讯号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关系如果到了一个蛮好的契机点的时候，有人主动的话，都算是会一个很好的开端哈。哎呦，一张牌从牌里弹射出去，飞好远哦！直接来看。如果是给这张牌，这张牌我用最简单的塔罗的解释就是。不用害怕勇往直前，就直接往前走下一步，展开新的局面。这张牌就是这样解释。那如果我前面就已经有暗示过是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出这张牌，那确实好像是有人需要迈开新的一步，让这一个错过的阶段赶快结束后，我们要进入新的领域了。因为好像两个人对于彼此关系的好奇心都蛮重的。那如果有这种好奇心的话，表示没有什么太大的担心，反而好像等待的性质比较高。对，目前牌面看起来，你们两个人要修复成，我刚说要回到或是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能量都是健康，而且很有可能，而且修复的还蛮好的，算是一个好的局面跟发展的。所以，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去创造看看这个新的契机，因为整个牌子有一个很多种文字讯号或是各种象征都在推动着说进下一步，不用等待。两个人探索够久了，这里的好奇心的讯号也很多，然后有一些有很多按耐不住的东西在里面浮动底下，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哈。有很多热情，有很多的共同点，两边都有类似的共同点跟类似的想法，只是都还没有同步，但也同步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对，
其实已经想，我前面已经解释那么多同步的东西的时候，它还是有出一样的牌啊。看一下这张，好啦，现在问题是卡在两个人都好像担心了一些不该担心的事情哈。看看还有什么牌可以好吧？这个，哦，这是不是这个肯定是哦？对啦，是一样可以试着直接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哈。都有这个讯号了，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局面，而且会有新的感受会出现哈，会有一点惊讶，跟你想的不一样，然后也有你想要的答案，而且是情感面的，或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些思维上的误会，已经彼此都理解了，只是还没达到语言上的共识，是都讲出来之后的互相认同的这个共识还没有出现，那是因为都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以今天这一题来讲，错过的人还会再回来吗？我觉得你们这一题的回来的契机蛮高的，因为两个人目前都好像没有特别觉得这是什么错过，只是觉得算是分开了一点，现在先分开了一段距离，但你们好像都知道其中的误会跟其中的问题在哪，而且很快都已经在心里化解了。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后面的情况是什么，可以去哈，因为那个探知性跟很高的理解力的能量讯号出来了，不会是一个很幼稚的情况哈，好像能有效沟通的情况有出现。哎，看一下这个，好，可以了，没有什么太多挣扎，都是一些小的。如果你真的要我讲，觉得里面内在的一些困难点，可能就是分析过度了，过多想象。其实这事情没有你脑袋想的这么难以沟通了，好像这里有一些很容易就能够讲得开的讯号有出来。哦，来看这个，喜欢在这一副牌找答案了，多找一下答案。哎呦，好，一个再一个好了，两牌前出现好多。9哦。好啊，我觉得你们如果啦，你再重新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会有蛮好的一个重新开始一个好的新的一步哈。然后脑袋的那些过度分析、过度判断，还有之前的一些偏见，或是以前的两个相的过往经验，先不要拿来这个新的阶段去讨论。我觉得新的阶段，如果你们真的对方有回头了，或是你回头了，你们再去做一个新的接触的时候，先着重在你们两个新的这一区，等到更成熟了、更理解了、更有包容度的时候，再偶然的把过去的拿来讨论。我不要有些事情真的不要那么精神洁癖，就是过去的事都要讨论完了，我们才可以往下。没有，因为你的成熟度还没有到，有的时候你的内在心理成熟度还没有办法去解决旧的事情。好，不要把这个时间线当成是这么单一的一条直线。我前面没有解决完就不能往后走，没有啊，你可以时空有很多的柔软度啊，还有很多的包容度。你可以先让自己成熟之后，我们再去解决过去的事情嘛。你可以先创造一个新的时间区，先把这里弄好之后，然后再回头慢慢解决嘛。这个破坏力就没那么高，因为前面两个人或是你都已经茁壮成熟，更好了，更能理解的更多经验了，你再去回头解决这小事情就可以。可是如果以现在你硬要我们一定要解决才可以往下一步的话，就有时候就是时间点错了啦。好，时间点错了，有时候我们要把时间线看成是一种间歇性的、粉碎性的来看你的人生，不要把它当成单一线的，只有前进跟后退。好，你把它打碎了，它有很多的跳板区，把时间变成很多跳板区，我们可以之后再慢慢把它组合起来，把时间慢慢组合起来，把空间再去回忆每个空间里的难题。好，可是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成熟度或什么，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去学习，成熟起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你弄碎的时间线，再慢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坚实的一条时间线之后，你再来去面对也是可以啊。好，记得要有一些时间粉碎或者时间破碎的概念来去看待人生的问题啦，不要硬邦邦的，就是一条直线，只有前进后退，全部进了前面这石头要先踢开我才再往前，没有，有时候你就先绕过那个石头没有大到会挡住一条路。
好吗？好，你去这样子去想象这些问题，这是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个讯号了。我觉得卡在了一些思维陷阱里。好，再看一下。哦，怎么回来了？抽完了牌又重复出现了。好了，没什么问题了，刚前面都讲过了，就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有其实很多，其实这没什么大问题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现在心理比较脆弱啦，但是行动力上是蛮强的。所以如果要把两个人关系这个你以为错过的把它拉回来，其实现在是还蛮有契机的啦。然后对方也有蛮有能力跟蛮有内在可以一起面对这件事情的。如果你们两个彼此想珍惜一个这个关系的话，其实可以一起往下进到新的一阶。是牌面上的讯息是没有问题的哈，你可以试看看。来，这就是2号的朋友，希望你有听懂整个牌面，我帮整个牌面象征的诠释能够有帮到你哈。来，现在是选到第3号的朋友，好，我来帮你们先抽一张两个人关系能量的图。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错过目前看到的讯号是你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些误会，这个误会没有解决，有人带着误会离开了。离开吗？我看到的不太像离开，有人带着误会远离了哈，好像太硬邦邦了哈。这个离开太硬邦邦了，他那个离开的不是这个错过有点太硬了，有点没有给机会解释的分开哈。来，我看一下其中还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大概就是两边对于价值观的东西没有沟通好啦，然后好像当时也没有那么成熟的解释方式跟诠释方式，所以就可能为了感觉上的事情，想逃避这个负面感觉之后，然后就先保持距离或是离开了。可是后面好像没有什么很努力的解释，跟你们其中有人想要好好的解释或调和，可是失败了，因为好像讲的价值观跟方向好像还没有沟通完就失败了，因为可能一开始起步的方法做得不好。你看清楚一点好了。是啦，一样哈，就是说，两边有一边比较强势的想要去主导整个情况跟误会是往哪个方向走，可是其实另外一边觉得两个人的问题不是在那里，就是说这里好像还没有沟通到核心就已经分开了，所以其中的误会跟难以解释的东西还蛮大的，而且时间越拖越远了之后的感受跟表面上所明白的东西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误差了，然后所以两个人彼此心底想要的那一个渴望跟未来想要的那个方向感都还没有全部讲出来之后就已经分开，就是说很多小小的问题都还没有沟通到分享到，就已经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已经先分开了。所以今天这题错过的话，确实是好像目前两个这错过的情况还蛮尴尬的，比较要回头，帮你看一下要回头的。他有没有办法？他会不会回头？他会不会回头看你？他有没有想要回头这个契机？帮你看一下，或是我帮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需要你主动的？有嘞，好像还是可以解决，好像有点牌面上的讯号是说，现在还算是可以解决的机会哦，不要把它拖下去，因为拖下去之后，它现在短时间内是最好的解决机会，因为现在感觉跟问题都还是记忆犹新哈，好像敏感也比较能够感受到。如果后面比较慢再解决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让，就是说，如果不解决，这个关系就会僵在那里，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关系，以后很难改变。然后现在对方也有一点想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想要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可以解决，因为他好像也能够理解。你们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沟通到。如果以时间上的解释的话，确实现在短时间内是最好的把关系拉回来的机会。所以这个错过的人，在今天这题的话，他不是一个消失在你生活的人啦，因为像第一是消失在生活的人，第二的人是消失在心灵上
现在无法沟通的人，可到第三个，你们现在好像才刚分开，或是分的没有很遥远哈，离开的没有，这距离还算是，这距离正在慢慢拉开。可是牌面有个讯号是在短时间内可以拉回来。现在有很多沟通上的问题要解决，因为可能价值观本身有一些解释上的误会，或是时间不够去让你们彼此理解那些理解沟通的方法，或是理解彼此所阐述出来的沟通的内容的意涵，时间还不够久。来，再看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一直翻到我这样的222翻，我一直翻到能量相斥的感觉，一直翻到相斥的讯号。我在翻都是相斥的讯号，表示中间有很多。每次你们提出彼此的想法的时候，都是不同方向哈。我现在有感受到的是，在这如果需要再拉回这关系的话，两个人倾听，或是你先倾听的这一个动作要做满、做足、做多一点。先听，先花时间让他把他该说的都讲完，不要急着回应。我觉得两边都还蛮好辩的，蛮喜欢保护自己的，蛮喜欢为自己辩论的哈。我才刚说，对啊，多听，不要，没事，这排出2字了。多听哦，尽量多听，听清楚对方的声音，不是听清楚你自己的声音。你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去为自己辩护，或者说讲出来的话，其实是在讲给自己听的。其实你没有考虑到是要对方该听的话。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错过其实可以很快就补救回来了，就是这也没有拉远，其实这不是一个真的错过不见的人哈。如果你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其实现在你们有很好的契机可以再回头，或是再想说，不管是朋友或什么的，这个误会可以很快解释。可是你要多听他那里的话，先听完，我们再去判断他有的话有没有什么错误或什么的。先听完，先让对方能够把他该讲的话把它讲清楚。因为现在两个就是一直碰撞，有点像是两个人一直在互丢石头，可是你们互丢的石头都没有丢到对方的身上，或丢到对方就他都没有感受到。都丢空了，都没有丢了，然后两个人的石头去互丢，也没有在空中做碰撞，现在就有点都在丢空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保持着一个先听看看对方把他该话都讲完的这个角色之后，把这个关系沟通拉起来哈，也不会这样，也不至于到什么错过这么严重的事情啦。这牌子叫我抽，对啊，他现在这个牌子在告诉我说，现在有你们两个对于理解彼此的方法是2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有人用比较传统的，有人用比较前卫新颖的方式在讨论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有一个观念上、沟通上、价值上的差异啦，然后造成你们中间有很多的误会，然后又很坚持自己要表达自己的立场或是什么想法。可是其实事实上是两边都有人少了倾听这一个动作，做的不够多。看吧。所谓的沟通，因为这2张牌在告诉你，所谓的沟通就是不是一个你赢我赢的一个局面。所谓沟通是在一个基本的信任上，先把对方的话都听清楚了之后，从内在去反省、做比较了什么什么，先不要保护自己，先想清楚事情的逻辑对错，在你的身上符不符合，或是你有没有理解？你要先理解，先理解对方的逻辑哈，不是只都是什么事情都先把自己的先套上去。这边就会有一种就是，互相把自己的价值观都互套了，然后要达到一个共识的。可这种相处最后只是一种，上对下，你知道，就是好对坏的这种局面，可不是达成一种2种沟通的一个调和，就是热水冷水，然后变温水，没有到这个。现在就是要就是热水，要就是冷水，这种。这样就很难沟通嘛。现在热水要变一个温水，现在我们要达到的是这个，所以先听很重要，而且他有在这个牌有在讲说，你要专心看清楚你心里所想要的那一个样子，在对方来讲是一个不踏实、不实际的，好，但对你来讲是很实际，是很什么的。可是他不是，如果你一直坚持要灌给他一个
他觉得不实际，所以当然就很难沟通。所以你可以先听清楚对方的，或是你们两个讲好就互相听清楚的，然后再思考一下哪里的差异，从差异里面找到互补，从差异里找到互补哦，然后你才会比较觉得原来别人的不同，对方的不同是一种对自己的特殊，而不是一种扣分的东西，就是减分的东西，或是一种阻碍哈。价值观跟角度要换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大的牌在给的方向，应该不是抽这个，抽这个。好，再抽一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目前的确这个沟通上还是在告诉我说，有太想输赢拼炒个输赢的内涵太多了，先不要，因为现在要慢慢的把自己的心事浮出台面，让对方了解，慢慢的浮出来，一点一点慢慢要有耐心的，而不是就是拿一桶水往别人身上泼，就是那个水就很像是你的价值观、你的思维的时候，要直接往那边泼，没有，你要慢慢的。在一个安静的水里面，你要慢慢的浮出你的思维，一点，然后别人才能看清楚你真正的想法的样子啦。不要直接什么都是往面对方泼。这个整个牌子的走向跟我们的题目，它已经往另外一个地方走了。原本我们说错过这个人还会回来嘛，可是这个牌面已经变成是因为某些误会错过了，然后现在需要挽回的现在需要挽回，而且现在挽回的机会很大。老师这里牌面也看得出来说，你们那个错过是因为不理解跟误会造成的错过，有点像是撞了然后弹开了这种错过，而不是那种大时间的，就是有些人就因为误解啊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就再也不出现，不是这一抽到3号的朋友应该不是这个，算是才刚错过，或是错过不太严重，可以想办法把它拉回来的一个样子而且。对方也有这个积极性啦，他没有觉得随便他了。看一下，可以啊，可以试着去把关系拉回来哈。可以啦。能量也算是健康，今天的能量有2组都算蛮健康的。因为可能你们两边都是算很聪明的人啦，有的时候沟通上或是关系上要尽量先忘掉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需求。有时候你先听清楚对方的东西，然后从对方讲出来的东西里面去找到其实跟自己的需求的共同点在哪里，可以听清楚，而不是只是一开始沟通的时候有1-2个不一样，跟自己想法很相似、很不同、很相反，你就开始反抗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开始，我们可以先慢慢把对方的话都听清楚之后，很有诚意的去把你能接纳的东西接纳出来之后，再把你觉得对方也有可能会接纳的东西先拿出来讨论，先达成一种两边都有的共识，跟两边都互换礼物了，交集之后，我们再讲一些难度，我们再一点一点往上提，而不是你就先把你自己心里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先丢出来讨论。可是那个对别人来讲可能太难了，有些沟通或者是什么都要一点一点的从基本的共识里面打上去，这时候是有方法的，不要一股脑的你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那就太不聪明了。我相信会来看牌的人，基本上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能力都算很有层次的。不是说你是很有聪明、很有智慧，而是你能够理解到事物是有层次的，事情的发展是有层次的。所以打开耳朵，听清楚对方讲话的内在1、2、3层次，无意识的讲出来的这个层次，还有他表达上面的语言层次跟肢体语言层次，还有一种是躲在这些语言下面的话是什么？你仔细去拼装他所有的话里面，说不定其中有藏了一句话才是他最想说的那句话。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听清楚一个人到底在说什么话哈，然后也不要急于去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比如说我讲了一个东西，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样比较好啊，然后你就要再去找5、6个证据，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好啊，有什么，然后就去加强你说的话是对的。不要，因为这个太像是战争了，他把沟通当成是一个战争了，这也不好啊。来，我再来看看前面我没有翻这个，这个来帮你看一下哈。因为我感觉到这一组牌有一种时间讯号，我想看一下时间上这3个月有没有什么沟通的好时机能量。吧，直接抽3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洗，但好像没有要洗的感觉。
张了吧？来看4个月。哇，我怎么出了这么多？10个什么？告诉我说，这4个月都是很好的沟通时间了，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只是一种心情上的转变。就是目前这30天算是很能达成默契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到了下个月之后呢，两边的人会有一种比较激昂、激动的东西，然后到了在下一个月。会用一种比较情感上的、你们两个的关系上的、感情上、感性上的交流来沟通这件事。如果到了最后1个月的时候，又会到一种比较奔放，可能是天气变热了吧，我不知道。就是起起伏伏啦，跟4个月都是很好沟通的时间。但是如果以我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月跟第3个月是最好的，比较容易有交集，尤其是这个月。现在好像事情还算很近，现在交集点，现在还有比较多交集点在你们的脑海里，只是你们都太 focus 一些差异点了。可是差异点可以把它改成互补啊，你要看清楚这个性质来去做一个讨论。反正这个人不算是真的错过啦，如果你现在想的那个人没有真的错过，如果你一开始看3，你心里想的是那个人已经是早就不见消失的，那我觉得这副牌没有办法帮助你。就是他在讲的是你可能还没想到的一个很近的错过的人，或是有误会的人哈。好，看一下还有什么 your sensitive is gift。那这是什么 ？I'm your birthday。有没有？这就是没错啦。他这3张牌给我的讯号是，如果你要确定要回去沟通的话，其实多欣赏别人，就变成讲话多一点赞美，好先达到一个关系的和缓跟温暖之后，我们再讨论比较难的事情，内容一层层往上叠。好的，这就是第3组的朋友，希望你有听懂我在牌面上对于象征的诠释希望对你有帮助。就这样，来，我们今天来到第4阶段领取好运的部分喽。来，就这3张好了。我看一下哈，哇，出现2张冷静牌耶，应该就是说，目前你可以在近期找到一些。就是说你现在心思可能很乱啦，有很多事情在烦恼什么东西的。可是他发现你最近会有一个很安静的时刻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在想说，他可能在提示你，你需要喘一口气哈。然后我最近这几天才在跟朋友分享一些冥想的好处哈。如果你没有试过冥想的朋友，我先解开你们的误会，冥想不是叫你坐在那边然后放空。什么事都不做，这叫冥想没有。冥想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它是要你去坐在那边盘腿坐，然后去学习不思考任何事情，这个是很难的。可是其实你开始从5分钟到15分钟，你先试着强迫自己坐在那边5到15分钟，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变化，你会开始慢慢接近，可体会什么叫做冥想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放空什么的，你脑袋会有非常多的思维，会有什么东西，可是你会慢慢知道要怎么让它不去思考。你会在每一次的冥想中都发现5到15分钟每天盘腿坐。为什么要盘腿坐？因为这个动作或什么才可以。你去盘腿坐，把手放在2个大腿，或是放在2个大腿中间，反正你手放在一个你舒服的环境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会处于一个平衡跟静止的状态。盘腿是最容易有这个状态的。虽然你可能不习惯盘腿，但是你久了，你就会知道它那个稳定性很高，而且它比较不容易睡着。然后把背打直或什么，也可以一点点放松了，都可以。你只要盘腿坐舒服，然后去冥想。你可以先从5分钟开始，你可以先手机先设定成5分钟，然后到15分钟都可以你试了之后呢，那今天这个好运，他告诉你说，你最近呢会有一个很好的平静机会去休息或什么，会突然的静下来，会做一个重开机的动作。然后它会改变你最近比较浮躁的心情。我也希望你在这个礼拜能够，你看完这个之后，你可以在最近得到这一个平静因为我觉得看到这个好运点，我发现牌面有需要你去平静一下有点像记事牌、女记事牌一样。好的，所以可能翻到这张牌就是我来告诉你怎么冥想这个契机，或者你今天的好运。好了，希望你能领取今天的好运你要得到一个很棒的平静时刻好，就这样来。今天来到了第5阶段，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解牌心得也就是说，今天解牌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看到3组牌都是大家都在心里想的是一个已经离开自己生活身边很远的人，然后他现在的现况如何，就是一种比较遥望遥想的方式。结果发现只有第1组牌是，2、3组都不是。2、3组牌的错过的定义都像是好像有些误会或什么才刚分开，最近不讲话，或者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了，可是生活的距离都还很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前面牌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其实都还算是有可以解决的方法跟方针跟方向，所以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放弃一个不错的人际关系。其实有些东西的时候，你现在有一些东西僵持住了，我们先把它拉开距离是很健康的。它也没有什么一定要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抓马啦，太戏剧性了。有些事情其实可以非常简单跟很淡的就处理，用一两种手法就可以处理。不要把它看到内容很多，不要把它想象成非常，不要强化里面的剧情，我们不要强化彼此误解的那些剧。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非常淡跟简单的方式去解决就好了来，今天的新的分享大概就这样子了吧，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过非常多类似的话了，很多事情都是重复讲，或是新进来的人他在我重复讲的时候，他听到了对他来讲也是新的如果你已经重复听到我的话的话，表示那些话可能就是真的很重要，需要一直重复讲，然后牌面一直给我这个讯息，希望我重复讲所以就这样咯，谢谢你们今天来听，祝福你们